大家好，我是 Loki， 今天给大家讲新加坡最残忍的儿童凶杀案。片尾有谜题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新加坡的一个寒冷清晨，一张署名杀人犯的春节贺卡放在了他的信箱。卡片画着几个快乐玩耍的孩子，潦草的字迹在上面写着：你再也生不出孩子了。她叫李美英。2周前，在她身上发生了被称为新加坡史上最残暴的儿童残杀事件。1979年1月6日，新加坡的盖兰巴鲁地区迎来了一个平静的早晨。李美英像往常一样从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，但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。她感到有些奇怪，但还是和丈夫谭全才开始了早晨的孩子接送工作。他们家一共有4个孩子，长子谭国斌10岁，次子谭国兴8岁，三子谭国顺6岁，长女谭静妮5岁。每天早上父母去上班后，孩子们就在家里吃完早餐，然后去上学或上幼儿园。然而那天却有所不同，夫妇完成接送工作回到家时已是上午10点。他们在5楼的公寓门口发现了孩子们的鞋子，但房间里却空无一人。夫妇带着不祥的预感开始在室内寻找，当他们打开浴室的门时，眼前的景象将他们推向了绝望的深渊。4个孩子的尸体穿着被鲜血染红的睡衣叠在一起，长子谭国斌的右臂几乎被切断，手上还攥着一缕黑发。小女儿唐静妮则抱着一个小枕头，脸上被划了很多次。夫妇当场崩溃，邻居们也纷纷赶来，整个现场被悲伤和恐惧笼罩着。直到警察到达，现场也被众多围观者挤满。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为新加坡历史上最残忍的谋杀案之一。案发当天，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。由于案发现场位于一个人员密集的居民区，且案发时间正值早晨人们匆忙出行的时段，警方初步推测凶手可能是熟悉唐家作息的人，是有意为之的预谋犯罪。然而现场却存在着诸多疑点。首先，门窗均完好无损，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凶手究竟是如何进入室内的？其次，除了浴室外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发现血迹，凶手似乎在作案后还特意清理了现场，但又没有留下指纹或脚印等有效证据。此外，凶器也不在现场，据推断可能是唐家厨房的菜刀或小刀，但具体是哪一把，以及凶手作案后如何处理凶器，都成为了一个谜团。警方对唐家所在的58街区的数百名居民进行了询问，其中一位被大家亲切称为奶奶的邻居，平时喜欢坐在公寓外看着孩子们上学，但案发当天他却因洗头而没有注意到任何的异常情况。一位出租车司机声称，在案发后不久，他曾在附近搭载了一名可疑男子。据他描述，该男子大约20多岁，左半身血迹斑斑，口袋里还藏着一把刀。虽然男子在乘车过程中并未展示刀具，但在下车时不小心撞到车门，发出了金属碰撞声，引起了司机的注意。警方根据司机的描述制作了嫌犯画像，并对多名嫌疑人进行了辨认，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唐家附近一位经常来串门、孩子们也非常亲近的马来西亚籍男子身上。唐家人亲切地称他为叔叔，叔叔几乎每天都会来唐家接电话，与孩子们关系密切。如果他趁谭夫妇出门工作时，像往常一样从进门进入屋内，确实不会引起孩子们的怀疑，也可以顺利地实施犯罪。但即使如此，警方在逮捕叔叔后，仍因证据不足，2周后还是不得不将其释放。之后，叔叔便带着妹妹搬离了58街区，似乎是为了躲避媒体的关注和周围人的监视。案发2周后，附有诡异信息的卡片出现在了他们的信箱，收件人则是谭夫妇的昵称阿才和阿英。当时新加坡正实行人口控制政策，有2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无法享受所得税减免。谭夫妇为了生计，每天辛苦工作，孩子们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宝贵存在。谭美英在生下小女儿后不久，还接受了结扎手术。如果寄卡片的人真的知道谭美英的手术情况，那他很可能是谭家的亲戚或非常亲近的人，但寄卡片的人是否就是杀害4个孩子的真凶，这个谜团一直无法确定。警方对卡片进行了指纹鉴定，但由于当时技术原因，未能找到凶手的线索。谭夫妇在1年后接受采访时，将案发地的公寓5楼形容为空洞的4面墙。自从那个早晨起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就再也没有在这个房间里回荡过了。原本充满活力和温馨的家庭，瞬间变成了一个空荡荡的容器，只剩下谭夫妇孤独
地生活其中，整日沉浸在对孩子的思念和对凶手的恐惧之中。关于案件和凶手的各种假设不断被提出，其中一个假设是谭美英与叔叔有不正当关系，但因拒绝离婚或私奔遭到了叔叔的报复。在日本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案件，如1993年日野 OL 不伦放火杀人案，犯罪分子故意不针对本人，而是将目标锁定在对方的孩子身上，以此来报复对方。从这起案件中凶手对孩子们残忍的伤害方式来看，似乎也有向幸存的谭夫妇示威的意思。还有传言称谭家利用接送学生的迷你巴士业务，暗中从事毒品走私活动。新加坡对毒品走私和贩卖的惩罚极为严厉，如果谭家在这些非法交易中出错，或许有人卷款潜逃，被犯罪组织发现后遭到了残忍的报复。在众多假设中，还有一个关于彩票的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据说谭家曾发起过一个4D 彩票合买计划，当时有一个人参与了这个计划，并幸运地中了大奖。然而当中奖者兴冲冲地找到谭家想要领取彩金时，却被告知忘记购买彩票而被拒之门外。但事实上，谭家在中奖号码公布后不久就购买了一辆工作用的迷你巴士，这让中奖者坚信自己被谭家欺骗。由于谭家已经把奖金用完，且双方无法达成一致，中奖者愤怒之下实施了报复。在这个假设中，叔叔或谭美英的亲戚都有可能是中奖者。然而谭夫妇坚决否认了这些假设，他们表示自己从未参与过任何非法计划，谭美英也没有不忠的行为，更没有购买过彩票。当时的警方也对谭家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调查，但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尽管如此，这些假设和传闻还是给谭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扰，他们无法摆脱周围人的猜忌和指责，整日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，谭夫妇决定放弃接送学生的迷你巴士业务，转而到一家生产塑料的工厂工作。他们担心，如果继续从事接送学生的工作，凶手可能会再次对他们下手，从而危及到其他学生的安全。在案件发生1年后，谭夫妇曾尝试通过领养孩子来填补内心的空虚，但始终没有成功。谭美英甚至希望能够解除自己的不育状态，再次生育自己的孩子，但许多医生认为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很小。不过一位灵性医生了解到谭家的情况后，决定冒险为谭美英进行手术。1983年12月30日，35岁的谭美英成功生下了一名3520克的健康男婴。这奇迹般的第5个孩子给谭家带来了久违的喜悦，也让周围的人为他们感到高兴。此后谭家还迎来了第6个孩子和一个女儿。时间如梭，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。2021年，新加坡《新民日报》对当时的受害者家属李美英进行了采访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她的丈夫谭全才未能等到案件解决的那一天，已经于多年前去世了。面对记者的提问，李美英表示，现在她和孙子们生活在一起，不想再谈论过去的事情。当被问及是否还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解决时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缓缓地说道，一切都交给警察吧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名为新加坡犯罪图书馆的非营利组织也在积极关注这起案件。他们曾与一些自称是谭家邻居的人取得联系，获取了一些之前未曾报道过的信息，并将其提供给了警方，希望能够推动案件的重新调查。据这些邻居透露，当年的报道中存在一些事实错误，例如犯罪现场位于5楼而非4楼，受害者的母亲并非本地人。在当年案件发生时，谭夫妇因悲痛欲绝陷入恐慌，许多邻居也纷纷赶到现场，以至于警方为了保护现场，不得不将谭夫妇等人从现场赶走，留下了相关的照片。可以推测，在警方到达之前，现场已经被10多个邻居污染了，即使采取到了指纹或头发等证据，也难以确保其与凶手的关联性。在案件推理过程中，叔叔一直被视为有力的嫌疑人，然而仔细思考后会发现，他与谭家同住一个街区，如果真是他犯下了罪行，为何还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，穿着血迹斑斑的衣服乘坐出租车呢？这起案件的真正突破或许只能等待凶手主动坦白，但如果当年案发时凶手正处于30岁左右，那么如今他可能已经年过古稀，这个秘密或许会随凶手永远地埋入黄土之中。上期谜题答案，安迪先用一条10米长的纸带绑住手枪，另一端放在羊圈内，然后他开枪自杀。羊喜欢吃纸，纸带被不断地吃掉，手枪便被拉到了羊圈旁。接下来是谜题时间，你能解开谜题吗？卡罗是一位左脚被截肢的老人。一个冬天，
他被吊死在寓所里，1天之后才被人发现，尸体距地板有很高的一段距离。如果是自杀的话，现场应该有一个凳子之类的垫脚物件，可是没有找到，因为卡罗只有1条腿，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跳得那么高的，更不可能在空中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，所以警方断定是他杀。唯一的疑点是，卡罗在死前2个月曾投了高额人寿保险，所以有保险欺诈的嫌疑。从现场看，房门是从屋里锁上的，完全处于与外界隔离的密室状态。保险公司为慎重起见，就委托了侦探事务所进行调查。侦探来到警察署，查阅了现场的检查记录，他从中发现在死者脚下有一个空的纸质包装箱。现场的警察认为，卡罗不可能踩着空箱子上吊，如果箱子里装着冰，踩上去就塌不了，可是箱子上和地面上又没有水迹。那么你觉得卡罗到底是踩着什么样的东西上吊的呢？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，答案会在下期视频公布。如果你还想看更多的奇案，推荐观看这边的视频，点击小铃铛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是 Loki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